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韩国秋日 Vlog 之首尔篇。首尔的第一顿，我们又来吃 BHC Chicken 了。有这么好吃吗？也没有，只是刚好就在我们的首尔的酒店附近罢了。听说明洞的 BHC 有很多人常常需要排队，所以如果你在明洞附近想吃 BHC 的话，可以来这一家，离明洞只有1站地铁，人非常的少。我们在这里吃完后，把相机忘在了桌上，回去拿的时候，店家连桌子都还没有清，因为生意确实不太好。今天的主要行程是去江南瞎逛，我觉得这里比明洞好逛，当然这也只是我自己个人的感受。之后我去了 Juno Hair 剪头发，听托尼说，虽然这是一家连锁店，但是在江南会比较贵，因为租金比较贵。头发剪得怎么样？我没有非常深刻的印象，但是我记得这个托尼是我这趟旅程遇到英文最好的韩国人。然后他说是因为这家店常有游客来，所以他就每天自己花个10来分钟，学习英文，方便跟顾客沟通。然后当下我真的小被震撼到，觉得哇，这个人好上进，会在业余时间思考如何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，非常佩服他。之后我们去了 Starfield Library， 又遇到了一群令我佩服的人，那就是在那里学习或者办公的人，因为那里真的好多游客到处摆趴说话聊天，如果你想要专注的话，非常考验你的毅力。晚餐吃的是江南面屋，我上次来首尔的时候去了香包菜，就是大韩民国万岁他们去吃的那家店，印象中是我那趟旅程中最好吃的食物之一，它居然倒了，所以我们就选了另外一家，就是这一家分数比较高的。我觉得有点失望，我感觉没有那家好吃。最后就是回酒店，这个酒店的位置很好，可以步行到2个很方便的地铁站。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给我们安排了一个无障碍的房间，跟我们路过走廊瞄到的其他房型很不一样。它的走道和厕所都很宽敞，是一个挺大的房间，但是感觉没有我们釜山住的那个酒店新。总体感觉不错，是个 OK 的选择。第2天的行程是去爱宝乐园1日游，没有想到一个周三居然有这么多人，而且很多是学生，然后大家在乐园开门前就已经开始在这里排队等待。然后开门那一刹那真的好可怕，就是扫完票大家就到处冲刺，让我想到了末日片的场景。这里提醒大家千万要看好地图，不要跟着这些人群瞎冲。我们就是瞎跑了一通才找到 Panda Wall， 什么都也没有看到就已经累得不行了。记得找这个小坡走下去就到了。哎呦，小福宝真的超级可爱，吧唧吧唧吃竹子。爱宝就是福宝的妈妈在坐月子，就没有看到了。然后这里是一个挠痒痒的乐宝，也是很可爱。
上把爱宝乐园当成动物园在玩，看熊猫的间隙去看了各种动物，有火焰鸟，生了5胞胎的老虎 ，Penguin 上。各种各样的猴子，这里是可以跟鹦鹉互动。这个是 Capybara， Capybara Capybara Capybara。还有草泥马，离得这么近，我当时好怕被吐口水。然后我们又回去看熊猫了，结果父女俩已经开始睡午觉了。出来后，我们刚好遇到飞禽表演，虽然听不懂饲养员在说什么，但是整个表演还是挺不错的。这个项目 Safari World Wild Tramp 真的排得我想哭，在室外排了好久，然后进去又排了好久，不过体验确实很不错，可以kind of 近距离的跟野兽接触，因为它的整个车就是一个玻璃罩子，然后那些野兽就是有老虎啊、黑熊什么的，可能从你的旁边经过。반나라 소모치가 대화장면 먼지리가 시도해도 20cm밖에 안 되나 아저씨 비용들을 친구들이에요. 귀여워. 然后我们还玩了一个漂流，因为当时好像队伍比较短。最后又去了一次 Panda World， 结果小福还是在睡觉。乐宝倒是起床上树了，在这里还看到了一个巨型福宝，不知道这个人在哪里买的。然后就结束在爱宝乐园的一天了。我们订的这个 tour 还有包接送，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去赶回首尔的巴士啦。晚餐我们吃的是炸酱面，跟电视上看到的比较不一样，因为这个是好像刀削面，就是面条比较粗，然后生意挺不错的，基本上都是韩国人。第3天我们安排的行程是去南怡岛和沉浸树木园1日游，集合后坐大巴到港口，然后搭船到达南怡岛。秋天的时候去真的好漂亮，各种颜色的叶子，而且天气也非常舒服。但是记得一定要规划好时间，因为秋季的东西瞬息万变，像我们去的时候就晚了一点点，银杏都差不多掉光了。跟新加坡不同的是，这里的树大部分又高又直，很整齐，很好看。
河边的风景也很漂亮，一定要过去那边走走。我们还在那儿看到了最后残留的一点银杏。岛上还有一些动物可以互动，挺适合家庭游的。这个 hot dog 挺好吃的，边走边吃的时候遇到了刚才看到的黑兔兔，在跟鸭子们一起吃菜。沉浸树木园这儿也是很漂亮 ，very well maintained。这里也有韩屋，找对角度的话可以很出片。可惜秋冬天黑的早，我们最后还有大概45分钟的时候，太阳已经完全下山了，就光线很暗，没什么好看的了。整体而言，这个团还是很推荐的，时间安排挺合理的。如果选择去更多地方的一日团，应该会比较仓促。第4天，我们想看山里的枫叶，但是最棒的地方都离首尔太远了，所以我们选了这个包含了很多地方的一日团。早上先去了天空公园，这个季节全部都是芒草。大片的芒草，不错的是，他们在芒草田里放置了各种各样可以拍照打卡的点，所以还是可以拍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。午饭是导游推荐的，在甘月山脚下的餐厅，算是韩式火锅吧，还挺不错的，也不是很贵。最重要的是它的 free flow 小菜里面居然有小白菜，真的好感动，终于在韩国吃到了绿叶子的菜。甘月山从脚下爬到吊桥的位置还挺快的，就算下雨也没有任何问题。而且这个景点不是很热门，人挺少的，很安静。You guys move fast to Hanok Village and Jingan Temple. A little bit relax there. And if somebody believe the Buddhist, you can play there. And you can see the Korea traditional village house style over there. 这个团的最后是去净宽寺和恩平韩屋，我感觉这个寺就一般般，跟我们在釜山看到的梵豫寺没有太大的不一样。然后由于我非常想去一人一杯咖啡馆，所以韩屋那边我们就没有什么时间浏览了。我们在这间咖啡馆吃到了非常非常好吃的蛋糕，然后你还可以俯视恩平韩屋，如果你得到比较好的位置，所以如果你顺路的话，一定要过去那边看看。那天的晚饭我们吃的是宏大的 beef 猪脚，实话实说，我觉得真的非常一般，然后还要排队，而且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宏大那边那么多人，我们出地铁站都得排队，真的有点可怕。第5天的主要行程是去景福宫。早餐我们本来打算吃它附近的 Onion Cafe， 但是被他们的队伍劝退，就去了另一家队伍比较短也比较小的咖啡馆。没想到也是排了非常久。但是不得不说，韩国的咖啡馆的食物比我们吃到的传统食物合口味多了，随便点都没有踩雷，真的非常推荐去韩国的时候多去 cafe explore 一下。吃完后，我们慢悠悠地换到景福宫，人虽然不少，但是整个宫殿还挺大的，
所能避开人群，拍到好看的照片。再一次感叹秋天真的好舒服，体验比我当年夏天来的时候好了不知道有多少。逛完景福宫，我们去了它附近分数挺高的人参鸡汤，又是一个大长龙。但是幸好他们的位子还挺多的，有很多店面，然后我们排一排就能够进去吃了。味道还算 OK， 非常浓厚的汤。我们的下一站是成均馆大学的明伦堂，为的是他们有500年历史的老银杏树。那时候还没有那么黄，但是人已经非常多了。我本来以为它是什么小众的景点，没想到那个时候已经有这么多韩国人周末特地过来拍照。然后如果你想要拍一些比较出片的地点，还得跟这些人一起排队才能拍得上。第6天，我们的计划是去梨花大学看看，因为听说这个学校很好看。早上的时候，我们先在它的门口吃了星巴克早餐。我点的这个抹茶饮料真的好好喝，但是我已经不记得它叫什么名字了。吃完早饭，刚好月停了，我们就可以在大学里面拍拍照。另外，感觉学校附近都会有很多好吃的，像我们中午的这个鸡肉锅就非常好吃，非常推荐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韩国秋日行的所有行程啦，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。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